警察叔叔，我穿越了，真的，还是修仙界。修仙界？对，飞来飞去那种。那你会飞吗？我不会飞，他们都说我是武灵根，资质差得很。我好像还加入了一个魔宗。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我大概明天就要嘎了。同志，报假警是犯法的，捡到玉佩的老大爷都被你吓晕了。校长，先稳住他，我去查信息，上报。我叫陆离，身份证号是49169294，我家住在青草街道，你们可以去查。几个月前应该有个失踪报警，我是在下班路上摸了一下这玉佩，眼前一黑就到这儿了。我现在有了一丝灵力，就是他激活了玉佩。陆离，保持通讯畅通，我们会尽快回复。如果你撒谎，法律绝不姑息。陆离在3个月前当众消失，这件事绝对没有这么简单。信号链接确认了吗？我要准确答案。李局，确认了，玉佩信号绝对不在蓝星，而且检测到一种未知能量波动，疑似灵力。什么灵力？这玉佩还有什么功能？理论分析显示，灵力充足时，它不仅能传音，还能传递物品，像虫洞一样。陆离同志，我是京市安全负责人，你的情况国家已经初步了解，并高度重视。首长，国家相信你。现在，我代表国家和人民正式与你建立联络。你的首要任务是生存。报告你的位置、威胁等级，你需要什么？我们怎样才能最快帮你活下去？我现在在一个黑漆漆的矿坑里当黑奴，不是当杂工。明天晚10前，我必须交出4块灵矿，否则必死无疑。陆离同志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经分析，这玉佩只要灵力足够，可以传递物品。能传东西，太好了！首长，请帮我准备一把市面上最硬的单人手持冲击钻，能打金刚石的那种。还有，再来把沙鹰。成败在此一举。成了，真的成了！感谢祖国。陆离同志，物资是否收到？务必注意安全，等待下次。组织永远是你最坚实的后盾。好快，这效率是反骨的几10倍。28块，不仅够交，还有大量硬鱼。储物功能，这玉佩还有储物空间，太好了！多余的矿和工具都能藏起来。所有人缴矿！是真的。陆离同志所言全是真的。2099年1月18日，我们发现了修仙界。如果顺利，大夏将正式开启修仙时代。好！师兄饶命！求师兄再饶我一天，我就差1块，就1块我就足责了。下次我补交1块灵矿，我交5块经济矿。哦，差1块，没事，差1块就差1块吧。下辈子记得补就行。还是个炼器3层，不错。这身血肉皮囊可不能浪费，还有魂魄，趁着新鲜热汤，赶紧送到魂堂去。都别磨叽，份额不足的站到左边来，足额的去右边。杀人就跟呼吸一样简单。如果昨晚没有唤醒玉佩，那今天……咦，炼器1层，足额上交。糟了！杂役弟子入宗之后，都有几个月的时间领悟功法。同期弟子往往第一次下矿就要杀掉小贩，偏偏这具身体资质极差，
运气也缺了几分，没能像旁人一样堪堪破入炼气二子，在这些上交足额矿石的杂役中太不显眼。回师兄，师弟运气好，恰好碰到一窝松散的。哼，运气好，希望师弟的运气下次也能这么好。白胜开始怀疑我了，他是青池魔宗正儿八经的外门弟子，专门负责看管我们这处矿洞，修为已至炼气后期，一身法器更是诡异。人在魔窟，手是走不掉的。距离下一次下矿还有7日，我必须提前下手。注意注意，一级情况，玉佩闪烁，请全体人员速速准备。领导在吗？在。陆离同志，你现在安全吗？暂时安全，但白胜已对我起疑。此人炼气后期，手段狠辣，7日后又需下矿。我现在是炼气一子，如果还能足量完成，他一定会对我下手。你把现在知道的所有信息都说出来。你放心，我们举全国之力来托举你，一定帮你度过这个难关。那我就说一下我当前的情况。我所处的修仙界目前分为5州，青池魔宗位于东荒清西州边陲地带，炼气往上便是筑基，修仙灵根非常重要。好的，陆离同志，你说的我们都记住了。战指部，迅速记录陆离同志说的情况，给我分析出可以规避风险的合理办法。经分析，陆离同志眼下的主要危险来自炼气后期外门弟子白胜。强行击毙白胜不仅难度大，反而容易带来更大的危险。当下最适用的方法就是让陆离同志突破炼气2子。至于升入外门这个目标，千万不能太快，否则危险系数会呈指数增加。建议时间最好放在6到8个月内。可问题是如何让陆离同志立马突破？我只有武灵根的资质，修炼速度说是龟速也不为过，除非……有了，我们可以用灵矿换时间。用灵矿换时间？我现在挖的青金灵矿是修仙界最基础的一种灵矿材料，杂役弟子们在挖到后会偷偷吸收里面的灵气来修炼，但杂役大都修为低下，吸收灵矿的效率极为低下，非但无法筑基，反而伤及自身。所以我在想，我们可不可以什么？可不可以对青金灵矿进行高度提纯？陆离同志，你说的方法可行性非常高。好，我这就将灵矿和基础功法传回。这就是来自修仙世界的物品。快，分析组分秒必争，一定要找出高效提纯灵气的办法。物资已收到，我们即刻组织最强力量攻关提纯。陆离同志，请你放心，国家和组织绝不会让你失望。拜托你们了，陆离同志，请你务必坚持住。对于你个人有什么需求？离局，我的父母如果可以帮我关照一下，别告诉他们我的事，我怕他们担心。你放心，国家会照顾好你的家人，这是我们对你的承诺。谢谢。陆离同志，国家对你只有一个条件：活下去。为了国家，为了组织，为了人民，也为了你的爸妈，想尽一切办法，不顾一切的活下去。我会的，一定会的。为了爸妈，为了大夏，我必须活下去。7日后再联系国家，这段时间得抓紧修炼。五行诀正适合我这种武灵根，但这速度太慢，不知道大夏有没有灵气。蓝星的同胞能不能也修仙？离局，重大发现！这修仙功法并不神秘，它本质上就像一套精密的数学公式。数学公式？没错，灵力就是答案。灵根相当于解题能力，我们用量子计算机模拟了无数遍，已经彻底拆解了它的运行逻辑。好，通知下去，所有相关人员统一调度，成立专项小组，全力推进异世界文明研究。小组名称启用旧代号749。从今天开始，749小组正式成立。不知道国家研究的怎么样了？如果能从灵矿中高效提纯灵力，哪怕只有一点，听说开采这些灵矿就是为了制作成灵石。这东西对于增进修为大有裨益，如果我能得到几块，
肯定能快速突破到炼气2层。是谁？恭贺白衣真人进位真君！真君，有人突破真君了，寿500，金丹期。白衣真君也姓白，是巧合吗？还是说他不会是那白胜背后的亲族吧？国家的分析果然没错，在修仙界，任何一个细微的变化和决定都能引起轩然大波。我必须小心、小心再小心，以后做任何决定之前，我最好让国家分析其中风险，提前规避。为了大夏，我必须苟住。又要下矿了，也不知道这次还能不能活着回来。7天过去了，也不知道国家有没有研究出什么来。所有人速速下矿，2日后收矿，迟者规矩你们知道。是。如今老祖进位真君，我白家便是青池宗4大金丹家族之一，家族资源必将暴涨数倍。届时只要我能在40岁前炼气圆满，筑基必有希望。陆离是吧？炼气1层就能足额上交，这次我倒要看看你还有没有这么好的运气。他在看我，这次若还是炼气1层却足上交，他定会起疑，必须尽快突破。领导，在吗？小陆同志，能听到吗？王院士，你好，能听到。你传回来的五行诀，我们已经彻底破解并优化，现在把演示机传给你，你一看就明白。这是原版功法运行图，经过量子计算机数十万次模拟演算，我们发现大量无效循环。我们将5属性同时吸纳，改为序列化脉冲吸纳。金先行拓宽通道，水滋养稳固，木修复损伤，火激发活性，土夯实基础。每一步都为下一步创造最优条件。理论上，优化后的五行诀修炼速度可提高3到5倍。3到5倍？陆离同志，这只是理论，风险未知。我的建议是不要轻易尝试，你的安全永远是第一位。李局，我相信国家。李局，王老，我有一个问题，这玉佩能传递活物吗？小陆同志，你说的也是我们正在考虑的问题，请你稍等一下。来人，准备启动1号实验体。报告，粒子探测器准备完毕。报告，原子力显微镜已就位。报告，引力波探测器已就绪。陆离同志，可以开始。这失败了吗？等等，数据有发现，空间引力波探测器检测到特殊波动。理论上，只要灵力输入足够大，突破某个阈值，就能实现活体传输。阈值是多少？经过计算，需要接近无限大的灵力。用修仙界的话说，只有仙才能做到。成仙太遥远了，等我成仙，爸妈早就不在了。陆离同志，别放弃。如果蓝星也能修仙呢？如果让你的家人也修仙，他们就能等到你。就算修仙不成，还有永动技术，只要你修成，千百后唤醒他们，轻而易举。对，只要我成仙，一切皆有可能。陆离同志，我正式宣布，经最高指示批准，成立749异界文明科研小组，任务代号南天门，终极目标：开启大夏全民修仙时代。
而在此之前，国家将支援你率先成仙。对，陆离同志，你千万不要放弃。大夏若能开启全民修仙时代，再配合科技手段，那无疑也会像此界一般，成为一个跨星系乃至跨维度的文明国家。从现在起，在这异界，我陆离身后不再是空无一人，而是有14亿国民的强大国度支持。请首长放心，我绝不辜负国家和人民的期待。领导，我需要一下物资。天成仙，回家见爸妈。牛逼！修炼速度提升了近4倍。按照这个速度，最多数日，我必能突破炼气2层。这改进功法不仅速度快，还能锤炼经脉韧性，灵力底蕴远超同阶。而且，我这种情况在外人看来就是顿悟到了终极5行诀，既不算怀璧，又能掩护我快速突破。妙在，有国家在我背后支持，说不定我真的能率先成仙。堂兄，成了！老祖今日去上元峰会会长教，宗里为老祖新立上白峰，这片矿洞已化为咱们上白峰产业。哈哈哈哈哈哈哈！天佑我白家！是啊，堂兄，这下你我都有望筑基了。对了，老祖传了话，凡划归我白家产业，今日皆可勉励一番。好。所有人听好，今日特赦未达标者不做惩处，达标者奖励一个灵子儿。这是我家老祖白翼真君的口谕。不做惩处，那我何必足额上交，惹他怀疑？凡俗玉佩。过关了，今日未达标，算是减轻了他的怀疑。下次下矿前，必须突破炼气2层。这是灵光稳定，声势出城。举重若轻，是极无5行诀。他炼气1层就把5行诀领悟到终极了，怎么可能？莫非陆师弟是什么绝世天骄？虽然资质差，但在功法领悟上有别样造诣。暴露了，好在顿悟功算不得怀璧之罪，倒也无妨。但以后必须更体面，修仙诸道遭罪安稳。炼气2层，成了。陆师弟突破了，好快！终极5行诀果然不同凡响，照这速度，最多数月他就能升入外门了。此人确实不一般，武灵根能有如此心性，日夜不脱。若是再加上一些奇遇，未必不能一窥门。莫要多想，你是变异剑灵根，剑道独尊，私自追不上你，专心炼化剑元，10日后升入外门。所有人下矿！炼气2层，你突破了。师弟最近小有顿悟，侥幸突破，半个月从炼气1层到2层，倒也勤勉。看来你不光运气不错，性子也还踏实。都去吧，这次可没有特赦，缺额者。哼，不知国家对灵矿的研究有没有进展？
陆离同志，您好，你那边情况如何？我已成功突破炼气2级，国家改进后的五行诀效果非常好，实际修炼速度和理论完全吻合。哈哈哈，如此说来，借助科技手段研究修仙文明完全可行。好，太好了！王老，这是我修炼的心得记录，希望对国家的研究有用。有用，太有用了！快，存档上传。陆离同志，749的战略组员针对你目前情况进行了详细分析。战略组建议你务必在杂役区再稳6个月，待满10个月再升入外门，这个速度最不起眼，风险最低。完整报告马上传给你。收到，我会谨慎行事。我想你们现在需要这个。太好了，灵矿提纯研究正需要新样本。小陆同志，我们一定尽快攻克难关。陆离同志，保重身体，稳扎稳打，祖国是你最坚实的后盾。6个月，我一定苟住。快点，快点！陆离同志传回的功法文本要进行详细拆解，先逐字逐句拆封其字面内里意思，确认真实利益。更新模型接收效果之后，再进行头尾演算。找到了，看这里，灵力过商中，如溪流入潭，需盘旋蓄势。我们之前的模型是直线加速，但陆离实测证明，商中穴需要0.3秒滞留共振。传统理论中，山中穴就是宗气汇聚之所，现在看来，它是个天然的能量校正舱。立刻修正模型，在山中穴节点增加脉冲缓冲算法，启动五行诀 2.0 方案。王老，再看这里，他说木性灵力流过时，肝区微热，后转清凉，这完全符合我们模拟的组织修复窗口期。木型灵力不是简单流动，它在进行细胞级能量修复。把所有数据导入超算，下次通讯前，我们要拿出五行诀 3.0， 让陆离同志修炼速度再翻1倍。是。离局，人力征调已完成35%，预计3日内补齐所有缺员，但部分设备需要修改生产线，时间紧迫，一刻也不能拖。优先国企，不来不及，征调民企，以双倍价格收购。通知下去，凡是749组的需求，各地各单位必须无条件支持。是。爸，您就不能体谅体谅我？接送小宝，做3顿饭，能累着您吗？您现在除了下棋还能干什么？周丽，你爸当年可是清华大学最有名的化学教授，为国家做了多少贡献？有什么用？请保姆不花钱，你们这些老文化人什么脑子？周明义教授奉最高指挥部命令，国家重点计划遭遇重大技术瓶颈，特任您为首席科学顾问，授予绝密权限，请即刻归队。听见了吗？国家说，我这个老骨头还能为民族复兴燃烧最后的热血，不是你说的，只能接娃带孩子。周教授，欢迎来到749组。接下来会有人为您讲解南天门计划。周教授，跟我走吧。
修仙体系、异世界空间坐标、气能量转化公式。周教授，周教授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走吧。外部物质结构被破坏，损伤内部灵力，灵性溶液。如果我们事先融化好一个青金灵液，以此为基，将未融化的青金矿填充在灵液内部，在其内部融化，是不是就能保住灵力不易散？对啊，以自身物质的液态为防护，内部操作，理论上可行。好思路，立刻设计能满足这个设想的机器。王老，预算没有预算，资金、人员无条件供应，我只要图纸。王县长，就是这样。王县，挪威的、德智的订单都签了死合同，辽河重工立住脚，靠的就是按期交付4个字儿，双倍价钱也不行。刘建国同志，奉国家特殊计划指挥部命令，辽河重工即刻起列为特级战备单位，所有生产任务暂停，优先保障战略物资生产。首长，难道是要打仗了？全体都有，停产，感谢老王清空德国智能生产线，小张重新编程，订单全退，违约金照赔。辽河重工建厂第1天就立过规矩，平时挣外汇，战时造脊梁，需要什么规格您尽管说，绝不给国家掉链子。是的，这是一场战争，一场关乎另一个世界同胞存亡，关乎大夏文明未来的跨界战争。王县，咱们走。回县里通知水利、电力、后勤，全力保障辽河重工生产，不能有任何因素影响进度。老周，国家把你们这些宝贝挖出来，就是要打硬仗的。灵矿提纯一旦成功，陆离同志的修炼速度将再次飞跃。我搞了一辈子化学，没想到退休了还能参与这种级别的任务。放心，这条老命豁出去了。王老，5行诀3.0模型初步完成，预计修炼速度可在2.0基础上再提升50%。好，下次通讯就给小陆同志送过去。南机械厂关于开展安全生命线专件工作案。老陆，你他妈干什么呢？这个月第几次了？零件尺寸又错了，不想干就滚蛋！主任，大海他孩子丢了就能把厂子当慈善机构？全车间就你们2口子特殊，这个月绩效扣1半。陆大海，你这月的绩效怕是又要垫底了吧？国安部不必紧张。经过调查，车间主任任王某涉嫌恶意打压陆大海、刘秀兰同志，请立即予以开除，并提拔陆大海夫妇担任技术总监和质检科长。此事属于国家机密，你有24小时照办。如果贻误或泄露，将以危害国家安全罪进行全场调查。你被开除了，收拾东西给老子滚！厂长，这是为什么？我在厂里干了10几年，为你娘个蛋！滚！
又过了7日，不知道爸妈现在怎么样了。有国家在，二老生活上应该能保障。要不下次传讯告诉他们我的处境。算了，让他们知道我流落异界只会更煎熬。可以让黎局帮我做戏，就说我被国家征调了，执行绝密任务。有国家作证，爸妈应该不会太怀疑，能让他们安心就好。只要能安抚住爸妈，我也就不急了。现在我必须在杂役区苟上6个月，再升入外门。既如此，安稳修炼吧。剑老，此子单凭信性就能将五行诀领悟至终极，日后会不会有造化？造化？以他的资质，这辈子走得再远，也就是筑基罢了。就算侥幸结了丹，也得有命走出这青池宗才行。剑老，您这话什么意思？哼，若是本尊之前知晓西周还有这等龌龊之地，罢了。你专心炼化剑元，莫要多想。一次下矿2日，能攒近100枚灵矿，6个月还有25次下矿，足足2500枚，都快顶得上这个矿洞1年产值的1/4了。若是国家真能提纯成功，这笔灵矿就是我升入外门后的最大资本。李举，王老，在吗？陆离同志在，你那边情况如何？小陆同志，灵矿提纯研究有了重大进展，我们找到了新思路，相关设备正在加紧生产，急需更多样本。好，我相信国家。好，有了这批灵矿，提纯研究一定能成功。李局，我有一个请求，可否请组织告知我的父母，就说我被国家征调执行绝密任务，一切安好，只是短期不能回家。这个要求国家现在就办，保证让你的父母相信。放心吧。谁？哼，陆师弟，你刚刚是和谁说话呢？马师兄什么时候来的？啊，刚来。哎，我本来想帮其他师弟看看哪有灵矿，既然师弟在这儿，你且忙着，我去别处看看。不能让他走。刚才那个玉佩定有猫腻，若是宝贝，不报上去榨点好处也行。若不上当，就报给白师兄。马师兄留步！刚从矿坑里捡了一件奇物，辨不出是什么来头，可否请师兄帮我长长眼？什么奇物，扔过来就行。我若是能看明白，今日之事也就你我2人知晓。当然，我对玉佩也略有研究，师弟可别忘了一起扔过来。这是凡物，毫无灵机。
一枪跟杀鸡一样。差一点就暴露了，若不是我反应快，以后绝不能这么频繁联系。每联系一次就承担一次风险，升入外门前能少联系就少联系。下矿时87人，为何现在只有86？各屋互查，少了谁？禀师兄，马六还没出来。哼，消失就消失，一个杂役而已，都散了。过关了。接下来6个月，除了悄悄挖矿和修炼，再不多事，狗道才是王道。今天玉佩还是没有反应。离局，没有。让科研组的进度再提一提。既然陆离同志联系不上我们，我们就研究出灵力主动联系他。我坚信，陆离同志绝不可能就这么牺牲。1个月前，小陆同志刚传回这批样本，现在却音讯全无。王老，灵矿提纯进展如何？李局，量子计算机跑了128万次，还是不太符合。但我们这周会按时开启第7次实体实验，只要提纯出足够的灵力，就有可能唤醒玉佩，确认陆离同志的安危。王老，拜托了。您的儿子陆离同志因具备特殊专业才能，已于数个月前被国家征召，正在参与一项绝密级战略任务。因任务特殊性，此前无法与家人联系。现任务取得重大突破，陆离同志功不可没。儿子还活着，好，为国家效力，应该的。这是国家给予陆离同志的首笔特别奖金，100万元，由您2位暂为保管。我儿子没有失踪，他为国家做事去了。好，老陆家的小子成了国家栋梁啊！光宗耀祖，这下好了。对，这2口子竟然是因为他们的儿子。请问，高3、2班的陆瑶同学在哪里？看他那样，还在发呆，成绩都倒数了。就是，不就是丢了个哥哥吗？以前成绩肯定是作弊来的。陆瑶，又发呆，再这样你哥也回不来。看看你现在的成绩，年级倒数，简直拉低我们班的平均分。陆瑶同志，我们奉命向你传达，你的哥哥陆离同志因卓越专业能力，被国家选中执行绝密战略任务，现已立下重大功勋。鉴于陆离同志的特殊贡献，你已获得清华大学保送资格，国内所有顶尖选校你可自由选择。第7次灵性溶液提纯实验准备开始，10、9、8。王老，这次有希望了。3、2、1。温度8900度稳定，灵矿外层完全液化，内部灵力读数上升，一体省出。温度、灵力读数质地苍光液缩5%、8%、12%。警告：内部压力异常，灵力读数急剧下降3%。
灵力纯度80.7%。成功了！快送往指挥大厅。怎么会？难道数量不够？再试一次。莫非这玉佩只能陆离同志使用？奇怪，怎么感觉刚才有点不舒服？难道是错觉？1个多月了，也不知离局他们研究的如何。可这马六死后，管控严了许多。白胜还带筑基修士搜过矿洞，安全起见，还是再等等吧。这个叶晨风有点不对劲，神情从未紧张，见了筑基修士也漠视，哪来的底气呢？名字还起得这么浪，叶晨风，该不会是我以前看过的那些小说中扮猪吃老虎的猪九吧？还是带老爷爷那种？我都穿越了，碰见个猪九也不算稀奇。这种人物还是离远点为妙，狗道地义，绝不接触。炼气4层，6个月，整整6个月，终于到了。从今日起，我便能升入外门，拥有自己的洞府。更重要的是，终于可以安全的联系大夏了。恭喜陆师兄，恭喜师兄升入外门，恭喜师兄！杂役弟子陆离，今日破入炼气4层，特此师兄，还望师兄接应我入外门。陆师弟既入炼气中期，自当升入外门。来吧，上我飞剑，送你入门路名。这白胜怎么换了个女似的，态度这么好？陆师弟，外门弟子各有洞府，去做任务攒贡献。你虽资质不精，但心性甚佳，又有运道，说不定有望内门。恰好内门4峰，我白家占其一，以后可多想着上白峰。这刚突破就有人拉拢，师弟莫要多想，各派系拉拢不算什么规矩，一直如此。原来如此，杂役是耗材，外门是资源，耗材杂役用之极器，有了实力便立马可为宗中功臣，待遇顺升。原本可憎之人，也沦为贴心师兄，领路明灯。这便是外门吗？比起杂役区的坑洼灰暗，简直是天壤之别。陆师弟，你自去鹿鸣即可。洞府一袍有值守弟子分封，以后有事可去乙武洞寻我。恭送师兄。没想到刚入外门就与上白峰扯上了关系，不过眼下有更要紧的事，是时候给大夏回电了。杂役弟子陆离，清河郡人，23岁，以武灵根晋升外门，赏野洞一座，1阶法符2身，1阶储物袋1只，1阶法剑1把，身份御减1更，另御领1月奉松，灵石3块。师弟，此乃储物袋，宗中所发物料全在其中，洞府位置刻在玉简上，每月需接取3件任务，可同时完成。宗门规矩需牢记，哪些地方去得，哪些去不得，哪些事做了要罚，哪些做了要死。多谢师兄指。这玉简能验证身份、传音联络、接取任务，倒是神奇。但比起我的双鱼玉佩，还是差远了。那玉佩能跨界传讯、传递物品，若能成仙，说不定还能活点回到蓝星。好地方。这还只是最低阶的野洞，上面还有甲乙丙丁4种洞府，灵气更猛，听说还能购买。不过现在这些都不重要。6个月了，李举、王老，你们还好吗？我终于可以联系你们了。半年了，终于有了自己的洞府，可以安全传讯了。不知李举他们还好吗？灵矿提纯可有进展？
开始吧。陆离同志，我们还能再听到你的声音吗？李局，能听见吗？我是陆离。陆离，你怎么样？这半年发生了什么？你现在安全吗？是，陆离同志。陆离同志还活着，他还活着。小陆同志，你还活着，活着就好。我们科研组没有辜负你的支持，青金灵液提纯成功了，成功了，真的做到了。李局放心，我按原定计划，已在杂役区苟足半年，如今成功破入炼气4层，升入外门，有了自己的洞府，安全无虞。这是我搜集的青池宗情报，宗门规矩、四峰分布、外门堂口，还有这半年从炼气1层到4层的全部修炼心得。好，太好了，小陆同志，十分提纯好的青金灵液已放在金属台上，你且取回试试效果。这是用青金矿渣做的小瓶，完美锁住灵气。国家这是用科技手段炼气吗？哈哈，算是意外收获。对了，小陆同志，我们找了800名最优秀的士兵尝试修炼，为何完全感受不到灵气？王老，修炼需要2个条件：灵根和灵气。灵根需测灵时检测，蓝星是否有灵气也不确定，测灵时宗门就能买到，我日后送1块回去。太好了！这是不是意味着蓝星也能开启修仙时代？陆离同志，战指部已根据最新情报完成分析。接下来你的3个核心目标：第一，筛选安全任务，以狗为主，确保生存；第二，在安全前提下全力提升修为，最好学习你所说的修仙百艺；第三，轻易不要离开宗门，外界风险远超预期。按照战指部虚拟模型分析，只要你苟住10年，期间尽可能送回修仙物资，配合国家研究成，10年后，你极有可能在炼气期无敌。炼气无敌？还有，根据你提供的信息，那个名叫叶晨风的弟子，有75%的可能不对劲儿。战指部通过行为模型分析和顶尖心理学家验证，此人独处时明确表现出的异样，像极了自闭症儿童幻想对话，但对方不可能有自闭症。也就是说，你的猜测是对的，对方身上应该有种名为老爷爷的存在，建议立即疏远，保持警惕。还真是猪脚啊！还好此人早我几个月升入外门，应该不会再交集。这智囊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都算是个金手指了。按计划苟10年，炼气无敌，放在真实的修仙界已是传说。现在就让我看看这工业手段提纯的灵液效果如何。据说只有筑基真人才能提纯，这么算下来，我背后也算是有位真人在为我服务了。我宝贝，这一份灵液顶得上我1月苦修，10瓶全部吸纳，就算不能突破炼气5，也差不了多少了。升入外门数日了，得抓紧接点安全任务。听一堂炼气初阶要5点贡献，还要自备断炉才能入内。1块精铁矿石卖给宗门仅值2点贡献，可以禀最基础的1阶法剑，在气堂的标价赫然是20贡献，这差价，贡献之间的获取和花销严重不对等，好高明的手段。外门何尝不是吃人不吐骨头？该死！
师弟，把那个巡守任务和百亿任务全给我接下来。这位师兄看着像是杀人越货的主，怎么接的任务都……师兄，嘿嘿，不好意思啊，师弟，师兄快你一步，你再等等哈。这位师弟刚升入外门吧？那是许雄师兄，资质甚好，就是性子懒惰，不愿出宗，专接这些小任务。不道众人，这么多吗？这个任务观蛇炼气，这不就是我一直想学的修仙百艺吗？师兄，这里！师弟莫急，将你身份玉简速扔来。师弟，拿好玉简，这是长期任务，1月5次，只要雇主不撤，你便能一直做，做上大半年，今年的任务次数会足额完成了。哦，这小子！1块灵石花的值，任务安全，有贡献，还能观摩炼气，一举多得，妙哉！刚升入外门而已，用了半年时间，合理正常。不是还领悟了终极五行诀吗？不必惊讶。话虽如此，但我总感觉这位陆师弟不太普通。别看了，一修剑道，练剑心，必要杀伐。去吧，把你目前能接的外出任务全部接下。此去估计短时间回不来。把青池宗方圆千里的情况摸个七七八八。这本杂文水分极大，青池宗下辖3郡之，3郡供养青池，青池庇护3郡繁民，收弟子除妖魔，得享圣宗。什么圣宗？说是庇护繁民，可昨日看3郡制，几千年过去，人口还是100万繁民，怎么可能？这其中必有猫腻。闭店了，速离去。黎爵，王老在吗？陆离同志在。黎爵，这次传回去的信息有点多，可以让其他同志好好分析。对了，上次说的测灵石我打探过了，气堂有咒，10点贡献，宗门坊市卖20块灵石，待我日后攒下，买1块送回去。测灵石的事儿不着急，陆离同志，你的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。战指部会尽快分析你传回的情报，下次通讯给你详细建议。明白，黎局、王老，下次见。10年苟道，炼气无敌，还有整个国家做后盾，我一定行。陆离同志，测灵石的事暂且放一放，当前所有资源都要优先用在你的身上。小陆同志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经过科研组长达半年攻克，五行诀的研究又有了重大突破。五行诀又有发现。我们利用多台量子计算机搭建了海量模型，模拟修炼高达数百万次，快打开看看。我们通过超算模拟了300多万次灵力运转，发现元功法在多个经脉衔接处都存在明显损耗。我们调整了灵力流动的频率，成功让修炼效率提升了115%。这群来自祖国的顶尖科研人员，用最严谨的科学方法，将这门基础功法优化到了近乎完美的境界。小陆同志，实际效果还需要你实验后才知道。但我还是那句话，一切以你自身安危为重。明白，王老放心。好强的吸纳速度，这已经算得上是高级五行诀了。我这不就等同于直接领悟了高级五行诀？炼气5层，成了！这才几日，
这才几日？灵气汇聚如旋，灵韵自生，这是有人修成了高级功法，在外门可不多见，下去拜访一下。是你？战指部分析报告我可是牢牢记着呢。此人深夜来访，不对劲。陆师弟，这是你的洞府。叶师兄，有什么事吗？你的修为，炼气5层，我明明早时见你，还是炼气4层。师兄，我此前在杂役区不就领悟了终极5行诀吗？刚刚修炼有感，侥幸顿悟而已。哼，此子之前就领悟了终极5行诀，再有进展也不奇怪。不过是1阶5行诀罢了，我还以为是什么杀伐术法。速速离去，别浪费时间。此人怎么有种和我纠缠不清的感觉？莫非这便是传说中的因果？诛九的因果就是钱。我这洞府没有防护阵法，若有修士路过也有风险。待日后做了任务，学了炼气，攒了贡献灵石，弄个阵盘回来，防护阵、聚灵阵、攻杀阵，多弄几个才好安心。炼气后期才能御剑，按我的速度，估计还要1年多才能飞。华夏人修仙的第一野望，不就是飞吗？你便是接了我任务的弟子，来得正好。今日炉渣堆厚了，好好清理清理。见过武大师。莫要多礼。那炉子我刚用完，你降了温再清。要是烫得皮开肉绽，可别怪老夫没提醒。这是高级5行诀，绝对是。不行云流水，灵韵自显，如冰湖散出寒气，异象横生。没想到这世间竟有人能将此法领悟到高级层次。炼气弟子领悟高级功法，倒是心性甚好。可惜若能顿悟个2阶功法就好了。这炉渣好生坚硬，怪不得要专门请人来清。等等，怎么感觉这炉渣残物也不全是废物？虽焦黑一片，可灵机未绝，丝丝点点若隐若现。有灵机便不是凡物，送回蓝星让王老他们试试，说不定还能变废为宝。这炉渣坚硬，必须使出全力了。终于弄完了。陆离同志你好，这是气堂气清理任务收集的炉渣和炉灰，我觉得可能有研究价值，你们看看。没有阵法防护，哪怕在洞府内也不太安全。以后传讯次数和时间要多注意，待日后布了阵法就好了。如今任务安全，每月能攒10点贡献，还有机会观摩炼气。只待贡献足够，换本炼气初级，再攒下断炉，炼气指日可待。就是不知大夏的科研同志们能否从这些废料里变出惊喜。初步检测显示，这些器物残渣中有 3.7% 的成分与青金灵矿结构相似，但分子排列完全紊乱，灵力特征几乎消失。王老，既然这些材料的分子结构被打乱了，我们能不能尝试用粒子对撞机来唤醒它们？对啊，通过不断撞击，肯定会有变化。是啊，理论对比太慢了。如果真能恢复材料的原始特性，我们就能获得一批现成的炼气原料，足够研究其物理性境了。这些材料经过高温锻造，内部结构可能发生了奇妙变化，说不定会展现全新特性，比如更好的灵力传导性。同志们，
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我们可能找到了一条独特的科技炼气之路。对陆离同志而言，若这个技术成熟，他将来甚至可以在修仙界回收利用炼气废料，大大降低修炼成本。对国家而言，这将是我们在修仙材料学上实现弯道超车的绝佳机会。一旦成功，我们就能用科技手段批量生产修仙界都罕见的特殊材料，为日后的工业化炼气打下牢固基础。所有人立即准备实验。是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刚刚那是成功了。王老，模拟实验成功了，残渣被唤醒了。看有发生勇气啊！成功了，真的成功了！虽然是模拟实验，但参数都是按照实际构建的。只要我们能1:1还原模拟，结果很大概率也能成功。王老，那是不是马上就可以开展实体实验了？实验素材宝贵，我们可以多模拟几次，确保实验数据足够优化，再展开实体实验。不过有些前期工作要趁早准备了。针对修仙界炼气残渣的实验，必须准备一台大型粒子对撞机，还要有巨大的能源储备，最好是有可控核聚变支持。既如此，去京郊吧，那里原本驻扎着一支核武术精士，我去沟通一下，将749组的研究基地挪到那里，正好方便可控核聚变的移接。至于你们，继续研究。根据最高指示决定，现将原国安749组人员构架新调整，749组划出国安，单独升为749局，全名749跨界文明战略研究局，局长由黎弃军同志担任，下设科研组、外联组、军事组、战略组等。科研组组长由王志文院士担任。新研究基地迁址京郊，并特别任命陆离同志为749局荣誉组长。此命令于2099年10月18日正式生效。快！所有直2零起飞，打开探照灯，保证科研设备安全抵达指定位置。维保组的同志，赶紧巡检整个基地的电力系统。核能组的人到哪儿了？黎局说了，今天晚上就要接入可控核聚变的能源系统。我这边还有事，就先走一步了。没想到国家在京郊还有这种地方，这规模，莫不是从建国就开始修建了？走！别说放几台粒子对撞机了，再进来2个军，估计都绰绰有余。都别张着嘴了，赶紧干活，把实验场地和实验室赶紧准备出来，继续模拟实验。这是可控核聚变的核心装置。没错，有这个东西，粒子对撞机的能源就彻底解决了。小陆同志，你看到了，你传回来的每一块磷矿、每一份心得、每一块炉渣，国家都没有浪费。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基地，有了可控核聚变，有了粒子对撞机，我们很快就能给你更大的支持。同志们，从今天起，我们不再是749组，而是749局。我们的任务从研究异界文明升级为支撑异界同胞，开启全民修仙。陆离同志在异界孤军奋战，我们就是他的后盾。他传回来的每一块废料，我们都要变废为宝。他需要的每一份支持，我们都要全力以赴。是，保证完成任务。李局，一切都就绪了，只等下一次通讯，就可以告诉小陆同志这个好消息。告诉他，他的身后是一个国度。告诉他，无论他在异界走多远，祖国永远是他最坚实的后盾。陆离同志，
你可一定要好好的，我们等着你率先成仙回家看看。如今我10根清净灵液全部吸纳完了，修为也牢牢巩固在炼气5层。只可惜当初在空洞没能多攒些灵子。清净灵矿1枚直野灵子，10枚灵子等于1块灵石。我攒下的100多块灵矿，也值10几块灵石，顶得上外门弟子3个多月俸禄。许雄师兄，你认识我？在下陆离，曾在树悟堂和师兄有过一面之缘。原来是陆师弟啊！怎么来我师傅店内？我接了武大师清理炉渣的任务。那师弟可能要等等了。我今日正好练剑法器，借用师尊的断炉。不过你来的正好，师尊发的任务有一次旁观练气的机会，你今日便看我练气好了。观摩练气，这般仓促。观摩练气，这般仓促。不过此人既然是武大师弟子，又能接宗门任务，为何不抢这清理炉渣的废差？去！星岩矿入炉了，接下来该放入流寒水。不对，要等盐矿熔至7、8成才能放。糟糕，我忘了要先小火温炉才能下星盐矿。完了，这炉又毁了。貌似根本就不会炼气。小火温炉下入星岩矿，熔至7、8成，天流寒水，待将凝不僵，再投铁晶，彻底融汇。出炉篆刻，用浪涛法，9重一清，5克4雕。怎么，感觉我都会了？一阶中级的法甲，按理应该用防护类器物，为何刻的全是速度类？打算不扛了，直接跑路用？许师兄，起火，1成灵力温炉。1成灵力，那要温到什么时候？1成灵力温炉可以让你有足够时间满入星岩矿，不错过其7、8成状态。1成灵力，起！陆师弟，现在是不是可以？还未到，莫急。3、2、1，许师兄，下入星岩矿，加大灵力8成，持续煅烧。是。加大灵力8成，持续煅烧。是。依此下入流寒水，水雾升腾，凝气，5成灵力凝至7、8，放铁晶，全力煅烧。到这一步了，终于到这一步了！就是现在，许师兄，出炉，断。是。浪涛法，9重一清，先外后里，断出法甲大体，后用5克4雕，铭刻气纹，先穿云，后破空，外加迅捷气纹。气纹可因是炼气最难的，我也帮不上忙了。此子不仅在功法上有天赋，竟然对气道有如此高的悟性，短短半日便对炼气技艺参悟了1、2，天生的炼气师。成了，陆师弟，我成了！师傅，武大师，灵光稳定，色泽凝实，财气平稳，除了气纹刻的差了点，整体还算不错，勉强够1阶中级。若不是气纹比例不够，都有望1阶高级。这全是陆离之功。此子只要诚心学习炼气，随随便便就是个炼气匠师，炼气大师也毫无难度。可惜武灵根无人扶持，筑基难如登天啊！真可惜，为何熊儿没有这般资质？陆离，你今日是来做任务的？是，弟子正是来清理炉渣的。我观你似也懂炼气。弟子不才，只知晓景点皮毛。既如此，我许你个差事，可愿意？你既接了我清理炉渣的任务，又和熊儿相识，以后不如就和熊儿一时学炼气吧。
清理炉渣的任务我可长期发布，只由你做。每次熊儿听我讲课学气，你可一道来听。当然，你我不算师徒，我不受你供养，也无教导肥育之责，能听多少全看你个人心性。这是天上掉馅饼，纯让我白嫖。许氏武大师看见我帮许雄练气，这是拿我当陪读了。陪读就陪读，不用拜师缴学费还能上课，爽！弟子愿意，多谢武大师栽培。陆师弟，刚才谢谢你，若不是你，我今日又要失败被师父责骂了。许师兄不必如此，倒是你怎么感觉很怕武大师？其实我不算是师父的徒弟，我爹最早是师父的师兄，有望晋升2阶炼气宗师，可惜后来出宗寻才，遇了劫修，被人当场打杀。那年我才10岁出头，如今快20年了。请师兄节哀。都过去了，就是总觉得对不起师父和我爹。老子英雄而笨蛋，怪不得对方如此惧怕武大师，沿街狗道人物。陆师弟今日与我有大助力，幸得1阶中级法器，师兄自不会白占你便宜。师弟，这10枚灵石，你该拿去算朝礼。灵石，这师弟莫要推辞。那就谢过师兄了。师弟应当的，师父刚所言我也听出来了。许是让陆师弟伴我习炼气道，以后我若练气，还请师弟能多助我，我绝不会让师弟白帮忙。我如今一穷二白，帮许兄能得灵石，还能观摩炼气，精进经验，一举多得。既如此，师弟恭敬不如从命。好，你我留下玉简，半月后结伴来听课即可。2点贡献到手，外加许雄给的10块灵石，还有130块炉渣。陆离同志你好。李举，这是130余块炉渣，还有我今日接触炼气技术的心得。小陆同志，炼气，这就是炼气，如此简单？简单，也还好吧。炼气是将特性相同的材料搭配融合，以特有工艺锻出外形，再刻气神异功能来自气纹和材料特性。修仙界炼气师之所以宝贵，是因为没有预演手段，火候、时间、分量无法量化标准。可对我们来说，修仙界顺之炼气，对我大夏来说，实乃重中之重。人类的科技研究早在21世纪初就开始减速，若能借助炼气之道有所进展，我有预感，所谓仙功可能牵扯着世界极限的力量，甚至说不定不等你成仙，便有可能借此回家。回家？没错，所以我希望你能彻底掌握炼气一道，尽可能多的汲取炼气知识。王老放心，我明白了。陆离同志，还是那句老话，任何行动都要以保证自身安全为前提。另外，749组已改制为749局，组织上任命你为荣誉组长，部门是先驱组。先驱组，虽然现在只有你一个人，但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会见面的。具体资料你拿回去看，还有一份你家人的近期状态。再会。再会。小妹都考进国防大学了，我这个当哥哥的可不能落后啊！残渣物质唤醒，重新恢复部分原始特性。模拟实验已成功。这等手段，说是变废为宝、点石成金都不为过。若实体实验成功，我以后都有渠道获取免费炼气材料。国家给的战略分析非常全面，我眼下没有特殊情况，不用出宗，只需学好炼气，默默积蓄修为，阵法阵盘也要抓紧获取。
灵石，天生地养的灵气结晶，我如今有12块，用1块试试修炼效果，不算奢侈吧？用灵石修炼果然妙极，这1块抵得上10数日苦修。炼气7层，终于到这一步了。这1年没有借助丹药灵石，只用功法连破2小境，不算慢了。炼气后期便能御剑，这把飞剑总算能派上用场。御剑飞行，当真畅快。为了这套阵法，几乎花光了1年协助许雄炼气攒下的大半灵石，但值得。不仅能防御筑基初期修士全力一击，还能完美隔绝筑基的神识探查。从杂役到外门，从炼气1层到炼气7层，从一无所有到阵法护身，1年来每一步都走得很稳。接下来继续苟住，学好炼气，等待国家更多支持。小妹，等着我，总有一天，哥哥会飞越星河，回家看你。终于等到这一天了，今日不仅是踏入炼气后期，更是和祖国检验实验成果的大日子。陆离同志，炼气计划第1阶段圆满完成，现在，请你准备开始第1次跨界炼气。为了这一天，失败了上千次，才终于掌握用粒子对撞唤醒了他。所有人再次检查，能量场稳定，所有机械臂校准完毕，微观监测系统全功率运行，一切准备就绪。陆离同志，我代表祖国和人民，预祝你首次跨界炼气圆满成功。现在，开始炼气。文火慢温，使其均匀受热，感应内部结构软化。收到，启动 A1至 A7 机械臂，执行火温养程序，灵力输出设定为30%，注意灵石消耗，确保能源供进稳定。温火温养程序已完成，进入炼气熔炉进行锻打模式。锻打模式已完成。进入冷萃物理拼接阶段。冷萃物理拼接阶段已完成。下笔要稳，灵力要均匀，
纹路走向由浅入深。成了。失败了吗？还是没有异象？难道科技手段终究无法重现修仙的神意？离局，王老，先别急着下定论，把你们那件传过来，我看一下。快，按陆离同志说的做。这也叫法甲？祖国那边该不会是照着钢铁侠的图纸练的吧？小陆同志，如何？果然，我之前就猜想，两个世界物质规则有巨大差异。就算能用另一个世界的材料进行重构，但组合之后，并不就真的能用。王老，你说的规则是不是就是天地灵气？没错，我们基地内的灵力物质都很宝贵。你送回来的几块灵石更是重点保护物品。如果真是因为灵气，那以后总不能全靠你给的物资进行研究，这对你负担太大了。王老，有没有可能我可以送一条灵脉回去？灵脉？天地灵气自灵脉而生，青池宗就有一条3阶灵脉。如果能传一条灵脉回去的话，这东西也能传回来吗？理论上可以。玉佩传递物品的质量和灵力有关，修仙界本就有搬山之术，能搬动就能传递。若真能传回一条灵脉，对大夏来说无疑是巨大帮助。此后修行研究便利许多，修仙计划也能尝试开启，这将彻底开启 2.0 时代。陆离同志，这个想法可以尝试，但一定要在保证你个人安全的前提下进行。目前你稳扎稳打，已在修仙界打开局面，传回灵脉这等大事，等你筑基之后再说不迟。我明白李局，目前以我炼气期修为，肯定没可能。等我筑基之后，或许可以试试。另外，战略组最新分析报告已传回，根据你目前情况，强烈建议你提前开始为筑基做准备。筑基丹价值数千灵石，即便以你目前的炼气收入，也需积攒10数年之久。此外，战略组分析认为，你可以考虑启动收徒计划。若能从小培养几名资质中上的弟子，以 3.0 版五行诀的效率，他们有望在你筑基前成长起来，成为你的助力，协助搜集资源。剑来！陆师弟，这是法甲，这样式也太好看了。许师兄过奖，不过是突发奇想罢了。陆师弟，我是来向你告别的。告别？我如今已炼气9层，筑基在即。师傅说我道心不坚，成功几率不足30%，故而让我出宗历练一番。武大师待其如亲子，定是强硬着心逼他出去磨砺。师兄何时离去？今日便走。此去多久？不知。师傅说让我感觉差不多能筑基了就回来。师兄，此乃我闲暇之余炼制的灵火雷，送与你防身。此物用起来极为方便，只需提前数息以灵力激发即可。威力嘛，炼气后期若无防备，不死也是重伤。这1年时间，我的炼气技艺大幅上涨。灵火雷是他某次和大夏传讯时突然生出的灵感，这还只是手雷。如果能将灵石乃至炼气和其他热物结合，什么灵蟹狙、灵蟹炮，甚至灵蟹真理，说不定日后借助灵石弄出一架灵蟹机甲都有可能。灵火雷能伤到炼气后期，便堪比1阶高级符箓。此物看起来毫不起眼，没想到有这般威力。多谢师弟，师兄若能活着回来筑基，日后定有所报。师兄且去，路上保重。师弟保重，告辞。剑来！3郡之外，散修、劫修、妖兽遍地，杀机四伏。不知还能不能再见到这位师兄。
罢了，修行路上聚散无常，眼下还是先多接点炼气单子，攒攒灵石吧。火球术，去！这法甲好生精妙，虽然用的是修复后的炉渣材料，但在精密的气纹刻印和稳定的灵力输出下，竟然有着堪比1阶中级的防御力。水球术，去！土法，去！金法，去！剑来！数据全部记录在册，回头传回大夏。剑来！陆师兄，陆师兄，你可算来了！我这次想再练一把飞剑，劳烦师兄了。师兄，还有我要练一件护心镜，要比上次更厚重一些。我要法靴，还请师兄帮我多添录几个轻身气纹。莫急，都排好队，挨个来说。师兄，我要练一把飞剑，这次能不能帮我刻上失血、穿甲、腐毒气纹？失血、穿甲、腐毒，这3种气纹单是听着就瘆人。下一个，师兄，我这次想要个护心镜，不过能不能不要刻防御气纹？不要防御气纹？那你要什么？我想要师兄帮我刻上眩晕、麻痹，还有震耳。这是护心镜该刻的气纹。行吧，我试试。不过这件要多4成材料。明白，早就准备好了。我的单子之所以火爆，除了手艺精湛，很大原因是奇思妙想。旁人何曾见过刻满重力气纹的法靴，一脚下去打出体修的战力，还有以速度著称的法甲，术法连碰都碰不得。都记下了，1个月后来取。还是老规矩，不要临时，材料我留3成。剑来！帮我看看这件法器值多少贡献和灵石。陆师兄又来卖法器啊！4件1阶初级法器全换成贡献总计60点，换为灵石则是120块。老规矩，2件换成贡献，2件兑成灵石。在青池宗学技艺只收贡献，武大师虽容我旁听，但在气纹上并未讲述太多。若想掌握更多气纹，接更多单子，气纹课还是不能停了。陆师兄来听课啊！今日又是你上职啊，王师弟。给，这是我的玉简。见1阶法器卖给宗门，连20点贡献都勉强，听1堂课就收30点贡献，资本家来了青池宗也得流泪。这就是掌握生产资料、知识的力量。见过张真人。这位张真人乃是宗内为数不多的2阶炼气大师，却不爱炼气，只爱钻研气纹一道。虽有些异于常人，但在气纹一道上，确实有难以想象的理解和学识。听了1年，我都自觉只懂了些皮毛。都起来吧！今日我们照例先巩固气纹的出处，再以此引出气纹中最常用的一种阵列。气纹可追溯至人族蒙域之初，有人祖垂县氏，见人族苦难，心生大慈悲，以纸为笔，以大地为卷，刻下神异符号。他刻下雨，苍穹垂落甘霖；他刻下尘，
黑夜退散，黎明降临，而他刻下阵，大地轰鸣，裂开深渊沟壑，阻隔兽潮，为人族开辟出生路。这便是阵列气文之始，非杀戮之文，而是人族先祖与危亡之际，向天地祈求来的生存之文、守护之文。阵列气文，此文之效数处颇多，能碎冰泄力，若用好了，说不定亦有穿透之效，有点像一种高频率的震荡效果。若能刻在法甲上，便有防护乃至位移之能。现在你们细细感受这阵列气文的内蕴，领悟多少全凭本事。阵列气文，回头传回大夏，让王老他们也好好研究研究。如今许雄出宗，倒是不能再去武大师那儿旁听了。不过多出的时间，正好让我有机会尝试接触其他修仙百艺，丹药、阵法、符箓、御兽，日后也好传回大夏，说不定能有什么成功。是陆师弟吗？你是叶晨风？还真是陆师弟，我不是才离宗1年吗？怎么就炼气7层了？此子不对劲儿啊！怎么了，剑老？陆师弟不是才炼气7层吗？笨蛋！我说的不是修为，是感觉。此子怎么给我一种极为隐晦的凶烈之感？去年还并无这般奇怪。叶师兄，这是才回宗？对，上次出宗相见之人还是你，没想到一回宗又遇见你，陆师弟，你我还真是有缘啊！有缘？我可不想和你有缘，别以后你在外惹了什么事儿，一回来就撞到我。叶师兄若无他事，陆师弟，你这1年都没曾出宗？不曾。就不曾无聊吗？不无聊。就不想出去谋点机缘？不想。不去，有去，此子哪儿都不去，就这么老老实实修炼，道心一点不动摇，修为也是稳扎稳打，怎么看都不对劲。小子，你试探试探他，邀他同你一起出去历练，就去路上遇见的那座筑基洞府。放心，不是害他，我就想看看此子到底是何底细。陆师弟，我这趟回来休整一下，马上还要走。这次出去除了做击杀任务，还要探一座筑基前辈留下的洞府遗迹。你可愿同我一道前去？听说那洞府里可能存在筑基丹呢。叶师兄，我正要告诉你这件事。洞府遗迹是最危险的，这种一般很有可能都是陷阱，我劝你还是不要去的好。还有，以后休要和我提及此事。历练是真的会死人的。这莫非此子真的只是单纯胆小？可这未免也太谨慎了吧？算了吧，许是这陆师弟真不喜欢历练，我还是赶紧去修补我的飞剑吧。也不知道宗里有没有能修我这飞剑的炼气师。自从和叶晨风分开后，总感觉因果纠缠，日后一定要离此人远点。今日去丹堂、镇堂学了2节课，又去藏经阁对了2本纲料，贡献花的心疼，得接个任务补补。1阶高级飞剑，这得有炼气大师的水平才行。不过若只是补全气文，我钻研气文1年多，应该可以试试。这都是什么东西？这是速行还是速穿？这半截又像破甲又像破空。量子计算机每秒运算1次，辨认气文应该没问题。
陆离同志，请讲。同志你好，麻烦帮我对照剑上的气纹图像，这把船剑编刃要全部运回有。不不足。这种通过海量计算得出的优化方案，传统炼器师依靠经验也难以精准把握。行了，80点贡献到手。收到。这贡献来得真值。不过昨晚的优化方案让我明白了，炼器一道借助科技手段，简直如虎添翼。剑老，这飞天怎么感觉比修之前还要强啊？还真强了1成多，如此手段不像是1阶炼器大师能做到的，莫非是位1阶炼器宗师？炼器宗师，小子，找到此人，一定要找到此人，无论如何也要让他成为你的好友亲朋，我们需要他。为什么？我当年在西周遗留了一把2阶极品残剑，若能修复，便能打开遗藏。助你快速强大，助我恢复肉身。此人现在只是炼器，哪怕帮他筑基，也要让他帮我们。接我任务的人有什么特征？特征？如果我没记错，此人貌似老是爱接一些贡献低但不用出宗的任务。莫非是陆离？陆师弟，陆师弟在吗？还请撤了法阵，为兄有要事相商。叶晨风，他来干嘛？难道我修复的那把飞剑是他的？叶师兄找我是……进去说，进去再说。陆师弟，这把飞剑是你修复的吧？明人不说暗话，你是不是炼器宗师？叶师兄，我真不是炼器宗师，我现在顶破天能练1阶中级法器，也就是炼器匠师。之所以能修你这剑，是我本就爱钻研器文。蠢货！炼器匠师能修你这飞剑？你这位师弟明显不想多事，直接亮东西。陆师弟，我不管你是炼器师还是炼器匠师，我有把2阶极品残剑要修复，你若能成，这枚筑基丹就是你的。这就有筑基丹了，几千灵石就这么省下了，平白多出10几年的时间。可这叶晨风果然是猪嘴，随手就是筑基丹，张口就是2阶极品飞剑，终究还是触发了支线任务。只是修个飞剑，应当没什么事吧？总感觉修完飞剑下面还能牵出一串事情，得告知大夏，让国家帮我分析分析。同志你好，麻烦帮我接战略组、心理干预组，我有重要情况汇报。收到。陆离同志，我是离太炎，请说出你的情况。离局，我貌似触发了什么支线任务，叶晨风来找我，说我是炼器宗师，直接亮出筑基丹，让我修复一把2阶极品残剑。他当时神情急挫，带着浓浓期待，说到飞剑时还会停顿。叶晨风在提出修复2阶飞剑时，有明显规避和转移倾向，重点强调筑基丹刻意乱画修复对象本身可能带来的关联风险。他的神态不符合常规求助心理，更不符合交易原理。修复飞剑可能不是主要目的，而是为了修复后所能达成的某个目的。它背后的存在意志体现得非常明显。陆离同志，根据战略组与心理行为分析组联合研判，叶晨风修复飞剑
背后极可能牵扯复杂因果链条，危险系数高，但筑基丹价值极高，可以留下。原则是只办事不深入，完成修复后务必与之切割。建议你将筑基时间拖到10年后，减少因果牵扯。国家都说能收下筑基丹，想来应该没问题。就是要注意，帮他修复完飞剑后，必须保持距离。庞然集家族几代之力才能得到的筑基丹，就这么到手了。10年后筑基正合适。师傅说低空飞行少争斗，应该安全。爸，老二老三，封他的去路。看这小子穿的青赤宗衣服，估计肥得流油。是。陆师弟说这玩意儿威力不小，希望有用。陆师弟，你到底练的什么玩意儿啊？这威力比一阶高级符箓都不弱。陆师弟无人帮扶，还愿意送我如此宝贵的物品，等我回宗筑基，必有大谢。筑基丹到手，接下来最重要的就是提升炼器水平。2阶极品飞剑，不入宗师难以修复。借助科技手段模拟演算，我的进步速度远超本土炼器师。成了1阶中级法器，眼下我也算是炼器匠师了。学习炼器1年，从炼器师到匠师，多亏大夏科技辅助。不过匠师入大师更难，1阶高级法器要求严苛，这道门槛得打磨紧。陆师兄，你已是炼器匠师了？前些日子正式步入匠师，诸位若有需要，价格优惠。好说好说，陆师兄的手艺我接触过，自然是可靠的。正好我近日想重练一件中级法甲。修仙界的法甲只重防护，略显落后。上次国家练的那件初级法甲，外形像极了钢铁侠。谁说战甲只能防不能攻？王老，我有一个想法，国家之前就开展过单兵战甲研究，碍于能源问题无法实现，但现在有灵石，完全可以用炼器之法打造一套修仙版战斗法甲。好。将胸口能源驱动换成灵石供给，臂膀加装桶状法器，发射灵火雷。不，这里不对，灵火雷可以挪到背部投射。王老，臂膀处我觉得可以尝试直接压缩灵石魂力，发挥攻击作用。小茹同志，方法完全可行。压缩一颗完整初级灵石，转换为射线状态，足以对炼器修士造成杀伤。好，既然可行，那我就先来练一具试试。黑金铁晶，1阶中级灵材，质地坚硬，用作战甲主材最合适不过。恶龙灵，外壳坚硬，内里柔软，用作战甲部位链接刚好。琥珀晶币可传递灵力，度文数字，可用作头部显示。全身战甲耗材众多，防护能力无疑大幅上涨。还有气纹，气纹刻录的空间也会变得更大。接下来是气纹刻录，最关键的一步，战甲能否发挥威力全看此了。
剑老，你说这陆师弟为什么不爱出宗？天下真有这么稳健的修士？我天天叨扰人家，是不是不太好？哼，你有人家这份聪慧吗？若是能炼丹炼气，克服布阵，你也可以不用历练。话说回来，你这位师弟确实有点东西。本尊承认，当初看走眼。他不仅有炼气宗师潜质，还会炼丹克服布阵。剑老，你又没见陆师弟炼丹克服，怎么知道敢笃定陆师弟会如此多？那小子身上的气息，本尊一闻便知。我承认，当初有点看走眼。如此偏僻之地能出此人才，实在难得。叶小子，你知道剑修最重要的是什么吗？什么？难道是剑？屁话！本尊说的是除了剑修自身之外的东西。这小子不知……告诉你吧，一个好的剑修离不开一个强有力的辅助修士，无论是家族也罢，宗门也好，亦或是道侣手足，只有背后有充足的资源辅助，一个剑修才能无所顾忌的去争去夺。所以，你现在懂了吗？您老的意思是让我和陆师弟结为道侣，不是结为手足？如此也行，或者你日后弄个势力，让他帮你操持。反正如此大才，定要好好结交，就算不能结为手足，也要保持亲近。这得看陆师弟愿不愿意啊。不愿意，他有何不愿意？只要你日后别亏待了他，怎么会不愿意呢？什么东西？陆师弟洞府里窜出来个什么？这是陆师弟练的？此子竟能炼制出如此器物，遁速比你还快。叶小子，本尊现在可以确定你这位师弟绝非常人。怎么感觉像是一套全身法甲，还能飞行？好精妙的法甲！陆师弟，是你？叶师兄，此物是我近日炼制的法甲，今日出来试试。师兄找我有事。这也叫法甲？还能御空飞行？防护效能如何？具体还没试，想来应该能抵挡炼气修士吧。那师弟可愿意让我帮你测试一番？炼气9层的陪练可不好找，正好测测数据。好，师弟小心了，去！他把我的飞剑抓住了。黑金铁精炼制的手甲，普通飞剑难以刺入，防护能力上乘，还有巨大提升空间。现在试试攻击手段如何？叶师兄，还请御出防护法器，挡我一击。这法甲还能攻法？能攻法的法甲，那还是法甲吗？我倒要看看有多大能耐。来，师弟，我已准备好。师兄小心！放心吧，师弟，来吧！小子，快闪！差一点就死了。陆师弟绝对是大才，才炼气期就有如此本事。若是再筑基，此子就算到了中州也会被人疯抢。小子，你也看见了，你这位师弟绝非常人。别的不说，就说法甲，若是换了2阶、3阶材料，再配上我传你的剑道功法，你之战力又当如何？叶师兄，刚刚可有受伤？陆师弟，你这法甲卖吗？说真的，卖吗？多少灵力结晶？你开价？早就想过日后法甲成熟可以售卖，没想到生意来得这么快。卖也行，不过我这法甲可不便宜。师弟尽管开价。200灵石，我要一件。普通1阶中级法甲售价90灵石左右，全身法甲耗材多，但也用不到200，这一件净赚80多块。猪脚就是豪横。200灵石堪称巨款，有了这些，我在百医上的进步能大幅提升，国家对修仙文明的研究也能投入更多。上次传回的测灵石，国家一直舍不得用，这次送批灵石回去，让他们放心试试。
黎局、王老，我刚卖了件法甲，得了200灵石，我留了些自用，送回30块。之前传回的测灵石可以放心试试了。这就是灵石，太好了！有了它们，很多卡住的关键实验终于可以推进了。陆离同志，你的贡献，国家和人民永远铭记。通知所有部门负责人，1号会议室5分钟内集合，召开最高级别紧急会议。情况大家都清楚了。陆离同志送回了30块灵石，还有之前的测灵石，机会千载难逢，我们必须立刻确定首批灵根测试人选。资源有限，名额只有10个。我建议优先测试黎菊宁和王老，确保最高指挥层和科研大脑的潜力。根据陆离同志提供的信息，灵根具有遗传倾向，首要测试目标应是陆离同志的直系亲属，他的父母和妹妹。我建议第一优先级陆离家属父母妹妹共3人，验证灵根遗传性；第二优先级精锐士兵3人，忠诚度高，身体素质顶尖，可最快形成守护力量；第三优先级本土道教人士3人。理由有3：其一，道教文化源远流长，或许暗合规律；其二，高道心性修为异于常人；其三，他们与修仙概念最接近，具有特殊研究价值。最后一个名额，建议离局尝试。好，就按这个方案执行，立刻秘密安排这3组对象，以最高保密级别接到基地来。我们即将进行的可能是改写人类历史的第一次灵根普查。许牧同志、王磊同志、李壮同志，在你们决定是否签署这份文件前，你们在此地所见的一切都属于最高机密，不得向任何人透露。现在，请仔细阅读。首长，这些都是真的。你们能来到这里，本身就是对你们忠诚和素质的最高认可。文件上的每一个字都关系着国家的未来。现在需要你们做出选择。报告首长，我签。爸妈，我哥这都出差快2年了，到底做什么保密工作啊？国家大事，不该问的别问。你哥是在为国家做贡献，我们不要添乱。去问问是谁敲门。谁啊？街道办的，你爸妈在吗？陆大哥、刘大姐，没打扰你们吃饭吧？没有，进来喝口水。刚接到通知，要给咱们区功臣家属安排一次全面免费体检，车就在楼下，你们看方便现在就去吗？现在？体检？对，你们家还有特殊照顾，车接车送，就在京师内部医院，设备也是最好。体检一般提前通知，这种傍晚突然上门接人，从未听说过。可以的话，我们现在就走吧。好。医生，这次体检真的只是常规检查吗？放心，只是一次非常全面的健康评估。这次体检绝不简单。报告离局，所有验证目标已就位，背景核查完毕。第一组陆大海、刘秀兰、陆瑶已顺利接至医疗区，测灵石已伪装进新型健康扫描仪，可随时启动。第二组实验体已就位，第三组实验体已就位。各单位注意，我是黎元朝，我宣布南天门计划第1阶段灵根普查现在开始。进去吧。陆瑶无灵根反应。刘秀兰无灵根反应，有反应！陆大海3色灵根，属性金木水。嘿，这高科技就是不一样，这么快就完事儿了。是啊，效率真高。王磊，无反应。李壮，
无反应。许木，四色灵根，属性金火土水。这是仙物，福生无量天尊，祖师垂怜，显圣技艺。我道将兴，我道将兴啊！这和我在网络小说里看到的描述简直一模一样。开始吧，可以开始测灵力了。缘法如此，强求不得。不错，不错。五色灵根，难道那些小说里不全是胡编乱造？李局，测试结果出来了，该您了。李局，您……我没事儿，对我来说，能否拥有超凡力量并不重要。我的根早已深扎在这片土地，我的信念和力量源自于对国家和人民永不褪色的忠诚。守护祖国，引领它走向强盛，才是我毕生的职责与使命。陆大海3灵根，许木4灵根，张玄清5灵根，3组测试样本都只有1人具有灵根，表面概率30%。通知所有核心负责人，5分钟内1号会议室集合，召开紧急会议。同志们，初步筛查结果已经出来，10人样本中3人具备灵根，陆大海3灵根，许木4灵根，张玄清5灵根。我原以为那2位修道100年的老道长该是天赋异禀，没想都没有灵根，反而是最年轻的张玄清有个5灵根。更没想到陆大海同志，一个普通中年工人，竟然是3灵根的上好资质。细想之下，这最符合规律。陆大海是陆离同志生物学上的父亲，灵根具有遗传倾向，他拥有灵根反而是最合理的结果。无论如何，30%的检出率，如果这个概率具有普遍代表性，那意味着大夏可能有近30%数亿人口具备灵根，这比例远比修仙界高得多。现在我们面临更紧迫的抉择，灵根找到了，但灵根不等于修士。我们宝贵的灵力材料极其有限，不可能用来大规模培养。当前首要目标是验证一个根本性问题，在蓝星，利用我们有限的灵力资源，一个有灵根的人到底能不能成功引气入体，踏上修炼之路？且由谁来进行这第一次验证性修炼？我建议让陆大海尝试，他的3灵根是3人中资质最好，理论上成功几率最大。我反对。陆大海对妻子真实情况并不知情，如何解释修炼来源？过程中一旦出现意外，我们如何向陆离同志交代？我提议由士兵许木执行，理由有3：第一，忠诚毋庸置疑，能绝对服从命令；第二，意志坚定，身体素质顶尖，能更好地应对未知情况；第三，他代表的群体是未来建立相关力量最可靠的选择。这个选择关乎我们迈出的第一步，也关乎那位同胞最亲的人和未来的战友。我认为，最有资格决定由谁进行第一次尝试的，不是我们，而是陆离同志本人。下一次通讯时，我们将情况如实告知，由他来决定，诸位有无异议？李局，各位，关于下一步战略重点，分析组有一项重要建议。根据现有数据模型推演，如果我们能获得一条稳定的灵脉，哪怕只是1阶灵脉，其带来的改变将是颠覆性的。这意味着我们将拥有源源不断的灵气供应，所有依赖灵气的实验将不再束手束脚。更重要的是，对陆离同志而言，我们能更快将研究成果转化为他能使用的资源，极大提升他在异界的生存能力和修炼速度。因此，战略组强烈建议，应将协助陆离同志设法获取并传送一条灵脉回蓝星，列为南天门计划下一阶段最高优先目标。一条灵脉将真正打通我们与那个世界协同进步的任督二脉。谁？我爸。3灵根？没错，你父亲是3人中最有潜力的。
我爸30根，他30根，怎么到我这就50根了？我是亲生的吗？我们现在想确认有灵根能否在蓝星修行，所以需要你来决定，到底由谁来进行第一次尝试。不能让我爸试，他那嘴，中午回家，晚上全小区都知道。我妈身体又不好，一惊一下，指不定出什么事儿。再者，只是试验性修炼，对国家来说数据极其重要，必须要一个能全程配合、素养极高的人才行。王老，让许木同志尝试修炼吧，如果可以的话，今天就可以开始，我可以帮他护导。好，陆离同志，你稍等，我这就去准备。陆离同志，战略组出了一份最新战略报告，你拿过去看看。还是老话，所有战略目标都要建立在能保证你生命安全的前提下再去完成。李局放心，我会听从指挥。灵脉吧，看样子是要好好关注一下这方面的信息。小陆同志，我们这边已经准备好了，接下来让许木同志先和你交流，有注意事项你可以提前告诉他。对了，我们打算让张玄清旁观，看看有无可能其他反馈。陆离前辈，你好。小陆同志，考虑到你那边的人文环境，我们建议许木同志称呼你前辈更好些，这样能从心理上拉近你们的身份距离，也好方便你替他护道。这，好吧。福寿无量天尊，祖师在上，我道将兴。2、1，闭目内观，脊柱如龙，正直松展，头颅若悬，周身百骸，黄土广厚，其德在物。我好像感应不到灵气的存在。感应不到很正常，蓝星本就没有灵气。握住灵石，尝试从其内部感应。五方初定，五行初备，切记我言，迎客纳语，莫要强驱，只存一念，明月照江，静观其变，此气一生，方为隐气。想必你刚刚有了反应。引气入体不是一蹴而就的，此后反复数次，待经脉适应，方能成功踏入炼气1层。好的，陆离前辈。成功了，真的能感应到！数据记录，所有传感器读数异常，他体内产生了能量循环。蓝星被修仙，我们真的可以！老离，我们成功了，这条路走得通。许木同志，今日先到这里，此后每日修炼，我会适时指导。切记，修炼之道循序渐进，不可冒进。是，多谢陆离前辈。蓝星能修行，真是太好了。只要坚持这条路，我总有机会能和家人团聚。说不定真有那么一天，我能踏碎虚空，回到蓝星。